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，我是陈庭玉。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，近几年台湾一直是香港人移民亚洲优先考虑的国家之一，反送中运动之后更是成为首选。移居台湾的港人年年增加，最近大幅成长。每一位香港人移居或定居台湾有不同的原因。不过，今天独立特派员要跟您介绍的2位在台港人，一位是在台湾工作23年的音乐人钟景培，他自称自己是香湾人；另外一位则是在香港做过出版业，在大学从事生死教育的钟慧庆。他去年以投资移民的方式申请移居台湾，目前在台南开了一家道地的香港海岛风味的家庭料理餐厅。2个人来台湾的时间和理由虽然不同，但他们同样对正在进行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有着浓浓的情怀。音乐人陈明章是钟景培多年好友，他特别写了《香港自由》这首歌，声援反送中运动，也是对钟景培的最大支持。而钟慧庆则将自己的餐厅空间打造成认识香港、声援香港的平台。钟慧庆说，透过这次反送中运动，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完全展现出来了。而钟景培则希望台湾能够尽快制定难民法，给予香港人最直接的帮助。一起来看看这2位在台港人，他们从香港来到台湾的故事。这一张我们是特别在美国录音的，做那个舞带，所以这一张特别做了黑胶。他是钟景培，来台湾23年，从事音乐工作，喜欢在家里听旧版类比黑胶唱片。6月以来，已经好几次回香港声援反送中运动。他们可能有一些是97年以后才出生的，他们那一种反共的 DNA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在很多人心里面也会看到，现在的香港在催泪弹之下是最漂亮，因为人的光芒都出来。他是钟慧庆，去年在台南开了这一家我转居，主打友善食材、香港海岛风味的家庭料理。我为什么叫自己的店叫瓜转居？就是瓜流走过会留下痕迹。已经移居台湾1年的钟慧庆，终于等到8月7号这一天，可以到移民署台南第1服务站申请换发台湾身份证。你好，就是要把那个居留证换那个定居证，你看一下这个文件对不对？因为我居留够1年了，就可以把居留证换身份证。那台湾就要求中间先申请一个定居证，然后拿到定居证，再去当地的办理那个入籍跟换身份证。麻烦您手机这边哦，好，谢谢。写着哦，好。完了就要重新登记来。好，谢谢。钟慧庆这一天穿着黑色 T 恤，背面印着“我是香港人”。心情很复杂，因为当初过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，是想要过来开一家店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因为老天爷的安排，加上喜欢老屋，钟慧庆正好看到这间透天厝正要盘让，于是窝转居就选在这里开张。不管是挂在门口的说明，或铁卷门上写的“在台南称香港”，都是为了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运动，也引来台南旅行的香港人好奇驻足。走过雨伞运动之后，我觉得我不只想开一家推广友善料理的店，
我还想说，透过我的小店跟空间，把一些的香港的价值观，或者说香港人现在讨论的议题，还有真实的香港，给台湾人看。2楼是开放空间，墙上展示的是他的香港好友萧云提供的雨伞运动系列照片。这里也办过声援反送中的音乐会。香港人给我一个完全没办法想象的新的香港人的状态。这一次的年轻人给我的看到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连自由都没有，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新疆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叶菜先吧。好。每周的菜单食材都是来自台湾各地小农的无毒有机耕种，包括马告部落，主打的就是香港海岛风味的家庭料理。没办法看手机嘛，你都要专心煮饭，然后供餐，然后等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，通常就10点，然后通常就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。当然就是当一个键盘打手，就是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讯息。来台湾之前，钟慧庆在香港大学做生死教育，辞职后把所有的退休金投资这家店，趁备菜的空档，带着绿豆汤到邻居那串门子。小峰他一个人来这边啊，所以我们会分享食物。对，他很好啊。因为他爸爸会种菜，会抓鱼，然后拿到什么就分东西给我。最主要因为他要做生意，然后呢，他又很担心香港。很好吃，谢谢。特别是在对的地方吃，更好吃。谢谢。上个礼拜我们都。很多台湾人都在收集那个安全帽，20万的帽寄到香港。我今天没有安全帽，还去买了20-20顶装箱。1楼墙上分享的是反送中运动讯息，靠近门口柜台放着《自由时代》杂志创办人郑南榕的照片，还有100%自由布条。由于无法亲临反送中运动现场，钟慧庆都是靠香港朋友提供第一手资讯。而让他最不舍的是6·12清场过程中，一群身心都受到伤害跟冲击的中学生，有打伤，然后他就往前看一下这个年轻人，才中学生，然后他就帮忙把他送去医院，他就看到有几个中学生在马路那边坐下来哭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就问他们哭什么。那些中学生说，我们明明有拿到那个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，为什么他们还过来打我们？来。民主甲自由，咱行向世界去。对，香港你讲啥？我要讲啥？嘿。今仔日的台湾就是明仔载香港的希望。好赞啊！咱有无同款的心势，但是咱同款面对太平洋，咱要对全世界行去。元朗无差别攻击事件，不止香港人触目惊心，也让陈明章气愤难平。2天内完成《香港自由》这首歌，声援香港。怀孕的妈妈嘛，
叫迄个乌道的跑，迄道很糟糕，心里很难过，回去就在琴桌上就吉他就拿起来弹，那灵感就来，就把它写出来了。老师，哎，可以，谢谢，不用谢了，谢谢老师，真的。要做一个这个儿童版，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这是儿童版，又会唱。伊就爱香港的，伊就爱香港，伊较早伫咧军校的时，模演的时阵，伊是甲我足好的朋友啊。啊，伊是我做我的宣传啦。香港啊，美丽土地。钟景培虽然人在台湾，却是一直心系香港。1996年香港主权移交前一年，他被香港滚石公司派来台湾，担任制作部经理，一留就是23年。自称香湾人，家中成员除了4只猫，他参与制作了音乐专辑、书，还有最喜欢听的黑胶唱片，一收藏就2-3千张之多，包括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影碟也全都带过来。旺角卡门啊，重庆森林啊，东邪西毒啊，对啊，堕落天使啊，春光驾驶，这些。就是这一个王位这一张，就是那时候在1996年的，那时候我在里面在制作部了，对。归南的时候就是还带工他们去过日本演出2次，对啊，这个。钟景培平常在家里工作，屋内有不少代表性对联，靠门边的这片墙是缩小版的联农墙。包括真普选、7·1游行，还有用便利贴写上反送中5大诉求。你要不要拍一下我的冰箱？这个冰箱是人家说是那个我去参加这些事情的。冰箱上的贴纸挂得高高的布条，都是他参与台湾社会运动的足迹。之所以对于反送中运动特别不舍，钟景培说，他经历过香港天天声援中国6·4镇压的那个年代。那时候你说6·4，那时候还有叫子阳出来帮学生讲话。你现在香港这帮高官，全部1个半个都没有敢出来讲半句。这是反国教的时候，我找了很多香港的台湾的独立音乐人，大家一起去比，那个时候就是比这个手势嘛，不同的乐团。从6月开始，只要反送中运动比较危急时，钟景培就想办法赶回香港声援，包括8·18 170万人的集会，他也到现场参与观察。但是他们这个今年的暑假，今年的这几个月，他们扶了给香港。所以其实最不舍当然就是走在前线的年轻人，这些被拘捕的年轻人、去冲的年轻人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到的，就是他跟家人闹翻了，可能他都不敢回家，跟家人闹翻，不回家，没钱。可能就是要靠可能一些教会，或者是到朋友那边住。这个活动，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。那你们都是看到粉丝页的，对不对？那谢谢你，也谢谢很小。不会。那就把它直接交给他。好，那我就来教大家如何不会失败的捐印。这地方我比较擅长，就很像我昨天有发表一篇文章，就是说，邻居家里都失火了，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。如果你袖手旁观，火就是慢慢烧过来。然后大用力 ，OK。
我们用一个像捐印这样子公益的一个行动，然后募资到的钱，我就全数捐给612的一个人道救援基金，然后希望帮助他们。如果这一波失败更严重，因为一定是军政府，然后比送中条例我们想象的环境更恐怖。就是随时你可能讲错一句话，警察都已经可以插住你，然后把你拘捕，然后把你定罪。除了捐印公益行动，胡佳颖、陈燕玲还有陈美玲3位高中生，也带纸箱现场制作行动联盟墙，让参加者用便利贴写下他们想说的话。其中也有移居台南的香港人。我觉得是佩服吧，因为像是我们在台湾，我们非常的安逸。我们其实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街上，然后警察是拿着枪对着我们的，这我们从来不会想，也不敢去想。我觉得我可以做的就是这样，就是尽量帮香港这一边去厘清一些状况，然后跟台湾人说，那现在的香港的状况，如果你们投票一个不小心，就会走到现在的香港。朋友帮忙带这些面包纸带去香港。我们1号站区的大埔的连农场连上去，勇敢，加油！我很感恩，就是老天安排我在台南。我不是想为自己高调，我是觉得如果有我相信的媒体来访问，可以把一些香港的讯息传播出去，那就算我回不了香港，也值得。我当然就是希望香港年轻人就是还是不要绝望，我希望年轻人不要求一个很就是一气的胜利。我们到目前来说，我们可能只是我现在赢的就是香港的人心。只有這些女繼續堅守。用痴想來開撐未來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尊嚴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尊嚴。香港反送中运动从6月9号以来就要迈入第13周，从夏天抗争到秋天，是香港有史以来历时最久的一场全民运动。独立特派员的记者也正在香港持续见证观察，会为您推出深入的报道。现在先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